时隔4个月，美国总统拜登踏上欧罗巴大陆。然而，相较于上回在欧洲宣布美国回来了的自信和气势，此次拜登在盟友面前面临严重的信任和领导力危机。阿富汗撤军、潜艇合同风波等一系列混乱，早已透支了美国的国际信誉。无法弥合的美国内两党矛盾，久拖未决的大规模支出法案，更使得拜登在国际场合没有拿得出手的美国方案。周六，拜登首次以总统身份出席 G20 峰会，然而他的首秀却显得和前任们不太一样。比起特朗普和奥巴马在 G20 场合与盟友高谈阔论美国方案，拜登此行两手空空。美媒的报道指出，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内外发生了太多的事，阿富汗撤军、潜艇合同风波等一系列混乱，严重透支了美国的国际信誉。而美国国内高企的通胀、持续的供应链和疫情危机、久拖未决的大规模支出法案，无不为开启任内第二次欧洲行的拜登蒙上阴霾。按照惯例，结束首日议程的 G20 领导人们汇聚在一起，拍摄全家福。纽约时报注意到，拜登低调地站在了第一排最边缘的位置，紧挨着刚果总统齐塞克迪。报道形容，拜登的边缘站位与过去奥巴马、特朗普站在中心位置形成鲜明对比。此外，步入会场的拜登还曾向默克尔、马克龙等人挥手致意，但只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走上前去与拜登握手。尽管 G20 领导人合影站位是与主办国安排和领导人在任时长等因素相关，但美媒的这一说法依然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拜登的尴尬处境。法国24新闻台以拜登正面临一系列微妙的外交行程为题进行报道，并抓拍到周五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时，拜登低头锁眉的场景。据路透社报道，在美法两国因潜艇合约风波闹别扭之后的首次会见中，拜登承认他的政府在处理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安全协议这件事上做得很笨拙。What we did was clumsy. It was not done with a lot of grace. I want to make it clear. France is an extremely valued partner. Extremely.法媒指出，拜登低头服软与马克龙惺惺相惜的样子，和1个月前因为美英澳三方核潜艇协议导致法国撤回驻美大使，两国关系陷入冰点的样子相比，这次会面看起来已经冰释前嫌，实际上充满了拜登的算计。他选择率先修复与法国这个传统盟友的关系，并重申了双方将继续在多个领域的合作，一定程度上让美国在美欧关系这一项上赢回了些许主动权。对拜登如今内外交困的局面来说，多少算个加分项。长期研究国际战略的学者孙成浩向深圳卫视分析，表面上看是拜登给了个台阶，马克龙顺着就下了，但是在现实利益面前，美国背后插刀的戏码会否重演，还待观察。我觉得这个事情虽然翻篇了，但是美欧或者美法之间的这个矛盾和分歧并没有就此结束。我觉得主要也是2个层面。第一个就是说，美国现在仍然把法国或者欧洲当作它大国竞争的一个帮手，也就是说，它现在对欧政策，它的视角永远是加了一个大国竞争的滤镜。那么欧洲对此是不满意的。第二个就是在同盟框架之下，他们自己本身有一些结构性的矛盾是得不到解决的。为进一步取得盟友信任，修复摇摇欲坠的关系，据华盛顿邮报周日消息，拜登政府在 G20 峰会上与欧盟官员达成协议，取消了特朗普3年前对钢铝加征的部分关税，签订了一项全球可持续钢铝协议，允许美欧间特定数量的钢铝贸易保持低税率。美方多名高级官员表态称，这项协议至关重要，移除了美欧双边关系中最大芥蒂之一。不过，也有专家吐槽，协议来得太晚，已经有许多商品价格高企，令人沮丧。此外，一直以来，美国为欧洲等盟友提供核保护伞，但日前爆出的拜登政府有意在新的核战略指南核态势评估报告中写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政策的消息。事实上，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考虑改变使用核武器的政策。2016年，奥巴马政府曾考虑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今年8月，包括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在内的一些美国官员和核裁军专家发表公开信指，拜登正在考虑发表一份声明，称美国不会在最初的攻击中使用核武器，并请求日本支持这一政策，但此举也引发了盟友的担忧和反对。孙成浩分析认为，从冷战至今，美国很多欧洲和亚洲的盟友之所以跟着他走，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美国的核安全伞。现在盟友却对美国能否坚持安全承诺产生质疑。
因为在阿富汗危机之后，就是美国单方面从阿富汗撤军，没有跟欧洲盟友商量，这些都给盟友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比如说，欧洲盟友担心美国是不是以后战略中心转向印太以后就不管欧洲了；亚洲盟友会担心，你美国既然转到亚洲来了，那么地区的紧张局势就会被你挑起。那么你现在又要说放弃这个首先使用核武器，那么一旦我们卷入到了亚太地区的这个军事竞赛的话，会不会出现新的风险 ？CNN 分析认为，美国之所以在国际上出现重大信誉危机，引发盟友对其领导力的质疑，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政治日益两极分化，两党难以弥合的矛盾，使得美国立法和行政效率低下，拿不出什么在国内外有建设性的法案。飞往意大利的前一天，拜登在国会公布了一份价值1.75万亿美元支出的框架协议，该协议是之前3.5万亿美元的精简版，囊括了对基础设施、气候和儿童保育的重大投资。他还呼吁国会支持一项被搁置已久的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法案。美媒称，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一直是拜登宣传美国必须在国内强大，才能在国外发挥领导作用的关键部分。有知情人士透露，临行前急于向盟友展示成果的拜登，直接在国会闭门会议上对议员们喊话。世界其他国家都在看着美国这一套还能否发挥出作用。众院议长佩洛西也在为拜登助攻，试图在拜登抵达意大利之前让1万亿美元法案获得通过，但事与愿违。直到拜登的飞机降落在了罗马机场，这些法案仍在经历喋喋不休的扯皮。政治极化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让拜登抵达欧洲时两手空空。正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国际经济政策专家马修·古德曼说的，这使得拜登更难喊出那句“美国回来了”。拜登的领导力受到了深深的质疑。因为无论做任何事情，在国内都面对一个否决政治的泥潭，所有的外交上的行为也可能会面临国内政府与国会之间的这样的掣肘，使得他的很多举措不能落到实处。当美国在高调地向盟友伙伴宣示美国回来的同时，其实盟友伙伴以及世界各国都在观察一件事，就是美国到底回来多久。如果拜登政府不能有效地改善国内一系列的问题，放任政治极化继续愈演愈烈的话，这会对拜登未来的执政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对美国的国际领导力产生进一步的打击。陈先生您好。G20 峰会前，拜登总统向法国总统马克龙承认，美国和盟国在处理潜艇合同风波时笨拙。这是否意味着法国已和美国及澳大利亚、英国和好了呢？围绕潜艇合同被截胡，法国和澳英美三国结下的梁子不太可能很快消失，包括这个法美关系。鉴于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法国会对美国和澳英采取不同的态度。加上拜登的自我检查和对法国的恭维，法国可以对美国采取比较克制的态度，但是依然是心怀芥蒂。拜登和马克龙在第三国举行和解对话，而不是在法国或者是美国，已经说明法美关系向好还是需要时间的。欧洲国家对美国的不信任、不靠谱依然是颇有微词，而对于澳大利亚和英国，法国的态度就表现得更加直观，不满情绪很明显。马克龙说伦敦的信誉正处于危险之中，而现在这个英法目前也就与耶尔进行激烈的交锋。法国对澳大利亚就更不客气了。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峰会期间曾经主动的与马克龙交谈，马克龙眼里是充满了不屑和不信任。那么对于澳英美三国法国的态度是你们拿出具体的行动来证明友好关系，而不仅仅是说一说。马克龙对拜登说得很清楚，信任和爱情是一样的，声明是好的，证明是更好的。法国显然在看澳英美怎么做，而不是怎么说。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针对